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啊，在台北南洋街的补习班工作了2年。那有时候南洋街的东西吃腻了，就会跑到重庆南路去。当时呢，就买过几次这个重庆南路上的酒酿饼，然后印象非常深刻。现在一晃眼已经20几年过去，那天刚好到附近办事，突然间就闻到香气，然后脚就自动导航走了过去。我买了一袋酒酿饼，还是记忆里的味道。酒酿饼其实闻不太到酒酿的味道，它反而是一种很特殊的发酵的气味。但我就是很喜欢这种天然发酵的东西，所以呢，吃完了一袋酒酿饼之后，就想自己能不能试着把它做出来看看。所以今天我们来试试看酒酿饼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做个工序比较简单的隔夜面种。这个隔夜面种的水分占比比较大，我们只要揉到看不到粉，然后放在冰箱里面至少8个小时以上就可以了。这个内馅配方，我们可以做4个黑芝麻馅儿的酒酿饼。跟我们之前做黑芝麻馒头一样，如果你的芝麻粉呢放在冰箱里面比较久的时间，你可以在这个锅子里面干锅炒一下，让它的香气可以喷发出来。这样子用手轻轻的捏起来，可以成团就可以咯。那要包进酒酿饼的黑芝麻馅呢，我建议比例不要太高，否则吃起来会有点腻口。这个是在冰箱低温发酵了1个晚上的面种，你们看很美吧？那我们取100公克来使用，其他的就可以放到冷冻库去保存。等一下要加进去的酒酿呢，是我自己做的。那我这边想要靠新鲜的酒酿跟老面来达成发酵的作用。那如果你们是用市售的酒酿的话，你可以在面团里面酌量加进2到3克的酵母。然后你们看配方，你会发现这个酒酿饼的面团呢，它是属于一种湿性的面团，所以这边包括老面，还有甜酒酿以及我们加进的水分呢，它的液态的比例蛮高的。好，这边呢我们揉到看不到粉呢，就可以来进行发酵了。我想要实验看看，就是在几乎一样的条件之下，我就是都用老面，然后都没有用酵母菌。那一个就是我自己做的甜酒酿，一个是市售的甜酒酿。我想要看看这2者对面团发酵的影响有什么差别。可以看到右边它发酵的情况呢，还不是很理想。那使用我自己做的甜酒酿呢，你们可以看到，经过30分钟的发酵，已经有这样子很漂亮的组织出现了。所以我刚刚提到，如果你用的是市售的甜酒酿，那你想要加快它发酵的速度，你可以放2到3克的酵母菌进去，或者你就让它在发酵时间更长一点，可能到1个小时或1个半小时。这个湿性面团啊，经过发酵之后，你不用揉太久。那你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些清楚可见的这个甜酒酿里面的米粒，但无所谓。要包进黑芝麻馅的这个面剂子呢，我大概1颗给它45克。那如果你想要做原味的，就是没有包馅的，我1颗可以做到75克到80克左右。
这里就是4颗有包馅的酒酿饼跟6颗没有包馅的。那我们要进行2次的发酵。我让它在室温发酵大概30分钟，那你们可以看到像膨胀到这样的状态，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骤咯。发酵好的酒酿饼，我们有2种方式可以来烤制。第一种呢，我们烤箱预热之后呢，上下火180度，那先烤10分钟，然后翻面，再烤5分钟。第二种是以平底锅、干锅烙烤的方式，但这边要注意，要小火，否则的话它很容易烧焦，你就功亏一篑。那盖上盖子之后呢，我们大概是3分钟一次，然后翻面，然后盖子再盖上，我们这样子来回大概要4次，就大概12到15分钟左右。那在烙烤的过程，我们这个锅子可以稍微转一下，让它的受热能够均匀一点。好像这样烤制到像烙饼一样的那个颜色哈，然后它是2面均匀上色，然后这个面体呢它也膨胀了，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出炉喽。我们来比较一下，左边呢是用平底锅烙的，那右边呢是烤箱烤的。在成色上面，左边的比较像是馅饼，右边的比较像是面包。接续前面的实验，我们可以看到左边是我用自己做的甜酒酿来发酵，那右边就是用市售的甜酒酿。你们可以看到，在它的这个面体的组织结构上面是有差异的，蓬松的程度呢也是左边会比较好一点。跟大家说啊，酒酿饼一出炉之后，你一定要闻一下，就是真的那种发酵的气味真的很迷人，而且它咬起来真的就是很有嚼劲，就是越嚼越香。对，我的手指呢，现在表现的是这个酒酿饼的嚼劲。忍不住再闻一下啊！那我们来试试看芝麻馅的。这个比例调得好，赞哦！